大家好，话说有一位老法师，门下有一群天资聪颖而且虚心好学的弟子。由于年事渐老，他需要在众弟子当中挑选出一个聪明通达的人来继承自己的衣钵。于是，这么一天，下着滂沱的大雨，他嘱咐他的弟子们，每个人都要冒雨去南山打一担的柴火回来。弟子们于是二话不说，抡上挑子就出门了。毕竟他们个个都是肯干能干、积极上进的人。只是当他们匆匆赶到南山山脚，在隔着仅仅一条河的时候，突然发现山洪正在从山上奔流而下，汹涌而至。看来无论如何，他们都别想过河去打柴了，因为最终一无所获，无功而返。这些弟子们大都垂头丧气，唯独一个年纪最小的小和尚活蹦乱跳的来到了师傅的面前，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红红的苹果，交给了师傅说：因为大家都过不了河，也打不了柴，所以我在无聊之中看见了河边长着一棵苹果树，上面挂着唯一的一只红苹果，于是我就顺手摘了下来，带回来给您。于是乎，满心欢喜的老法师当下就把这个笑容满面的小和尚指定成为了自己的衣钵传人。您觉得老法师这么做是为什么呢？人生一路景色宽，说回那个96岁高龄却手脚麻利、勤快程度一点都不输年轻人的张姓老太太，坚持做了30年菜馍和鸡蛋饼，结果在临近100岁的关口，终于一夜成名，成为了百岁冰心一样的励志网红。很显然，他的简单、从容和通透，深深打动了所有网友的心。而他貌不惊心、脱口而出的几句完全随心随性的肺腑之言，更引发了所有人的共鸣。他说：“人老了也应该有个价值，一天到晚吃饱打牌打麻将，我觉得那不是个事儿，对自己身体不好，对下一代的影响也不好。”很明显，没有经过几十年的岁月的打磨和雕琢，他不可能说出如此豁达开明、颇具分量的心里话。心情如日破朝寒，老祖宗司马光早就说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也就是说，荣华富贵的日子没有人会拒绝，而省吃俭用的日子没有人会去向往。这里就牵涉到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抛开社会不公的诸多讨论，荣华富贵所对应、所必须的那些脑力付出或者汗水打拼，却又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讨论或者都能够做到的。于是乎，虽然100%的人都会不期然地向往荣华富贵，然而只有80%的人愿意付诸行动去争取荣华富贵的日子，而这80%的人里面，偏偏又只有20%的人最终达成了目标。星蓝总有风雨去，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注定会面对2条路的选择，一条是非常不容易的竭尽全力创造价值的道路，一条是非常容易的无需动脑子、无所事事、碌碌无为的道路。当然，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前者，为理想而奋斗，为富裕而拼搏。只是让人无奈的现实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最终获得了成功。不过，即便这80%中的80%的人一番努力过后，还是没能如愿以偿地走向大富大贵，但他们的日子无疑是相当充实的，内心也是相对快乐的。快乐收割百果盘，就像这个96岁依旧坚持摆摊的老太太一样，因为她的心中就真实的住着那个活蹦乱跳的小和尚，即便没有最终收获那一担柴的预定任务，收割到那大富大贵的预期目标，却又在自己的道路上留意了风景，留意了果树，收获了苹果，也最终收割到了快乐。
而且还额外加上了一个长寿。相比80%的80%，那些100%里的20%的人选择了不动脑子得过且过的道路，而这条路自然是最舒适最容易的，只是换来的最终结果也是最沉重有代价的，那就是只能够一辈子的省吃俭用，一贫如洗，甚至包括疏于锻炼，体弱多病，无法长寿。人生一路景色宽，心情如日破朝寒。兴兰总有风雨去，快乐收割百果盘。因此，人的价值取舍和生活的态度，往往决定了他是否会今生快乐，是否会长命百岁。就像这个96岁的张老太太所强调的，人老了也应该有个价值。人生很长，就算最终无法达到理想的巅峰，但是在追寻理想的道路上，不断的寻找以及捕捉每一个有价值的细节，例如喝上一口干裂的清泉，吃上一口脆甜的野果，摘下一朵稀罕的灵芝，不都是或大或小的价值的再现吗？于是乎，豁达通透的老太太一辈子都能不停地创造出物质价值，收获到精神价值，活出了洒脱，活出了榜样，活出了快乐，活出了小和尚的样式，也最终活出了长寿，活成了影响亿万人的励志网红。